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红，今天来玩姜饼人之塔。今天来玩奖杯赛的奶油苏打饼干，它是最近回归或者是新手玩家最推荐店的饼干哦。你看它在排行榜这边，它总共可以搭配马铃薯饼干2磅，或者是布丁2磅，然后还有棉花糖脆饼，甚至是龙虾饼干2磅都可以。然后尖树林露营场的话，用布丁饼干比较好用一点。那祝福能力的话，3张图你都可以用障碍物破坏加分，因为它蛮会破坏的。然后布丁的话就是选所有熊熊果冻加分。服装的话是穿这件闪耀太阳冠军装，就是苏打滴露果冻加700分这一件。然后布丁饼干的话是穿可爱叛逆装，是手摇0分数加68640分这一件，是在黄金宝石商店里面做兑换的服装。宝物的话，3张图都会带这个果汁，因为它有额外的加分，是果汁果冻加40万分，所以一定会带上去。那第二个传奇宝物是带光阴沙漏，它是最高分的传奇宝物嘛。如果你没有满的话，也是可以带神灯啊，或者是火焰精华。那第3个宝物的话，就选你比较高分的加分宝物都可以，不要会影响到距离或是复活之类的就好。好哦，那我们就直接去跑第1张图，就是怪异的麻花树森林。前面小技能的话，就可以在像这个果冻团的地方发动，就比较不会肉吃果冻，或者是在这种障碍物的地方发动，就可以破坏一些障碍物加分数。然后最后一阶段是粉红色那个技能点，就会在很多果冻的地方才发动，那个是额外的加分方式，只要被海浪冲到的那些果冻都会额外加1万分。所以你看这边这样发动完是不是就加很多1万分？这就是加分的地方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发动比较好，你可以跟着我一起发动就好。这些都是我跑很多场之后觉得不错的地方，这样子。当然我发动技能的位置不是绝对的，如果你喜欢在别的地方发动也是 OK。竟然没有吃到直接慌掉。这边的话，天堂道具不要用小技能去吸过来提早上去，因为这样后面位置会有点奇怪我觉得反正我刚刚吸到那个天堂道具，结果反而分数比较低。下天堂之后就马上发动最后一阶段的技能，把这边都包到。然后这一轮技能的话就不用管它，随心发动就好，反正也没有什么很多果冻的地方。然后下一阶段的话就先冲个2次，然后这边吃到冲刺道具之后再连续发动2次，然后在这边发动就可以包果冻。应该可以再早一点，我刚刚稍微晚了一点点。这样的话是我觉得位置比较好的感觉。这边也是很多果冻。我刚刚那边不知道有没有讲，反正吃到冲刺道具之后，发动小技能的话，就可以跑比较远。这边上面会有一些果冻被包到，也要跳上去自己去吸过来吃。当然你乱发动的话，分数其实也不会低到哪里去就只是这是高手的加分方式这样子而已。这一次的粉红色那个在这边发动。然后最后面这边就快点把5次技能丢掉，应该说放出去，这样才可以把那个技能分数完整拿到。对，是这样子。你看，是不是可以刚好滑下去，然后慢慢跳2下？如果你前面点位不太对的话，你就没办法多跑一点距离。反正如果我刚刚最后面有锁到一点点血的话，最后面有机会可以吃到沙漏的宝物的果冻，就这个碎片。
所以我前面才会说天堂那边不要提早上去，不然跑太远就反而少了一点奔跑的时间。我如果讲的不太清楚，想要知道原因是什么，你可以私讯问我，我可能打字的方式会讲的比较清楚。然后它2磅布丁跟棉花糖脆饼，还有龙虾饼干，还有马铃薯饼干都可以用。分数的话，马铃薯跟布丁差不多，我觉得。这边是发动尾迹，它的尾迹都不需要手写，所以很方便。最后按着跳跃慢慢跳2下，结果没有吃到碎片。你看那些沙漏的碎片没有吃到，所以刚刚前面如果跑短一点的话，说不定分数可以更高，这样就866.8。OK， 那第2张图的话，就来玩槟榔之塔这一组，可以跑918。然后第2个宝物的话，是因为地图上有很多就是冰块熊，所以需要带这个雪花冰熊宝物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去跑看看。一开始的话，我就先把技能海浪丢出来，因为只有前面的那一段比较多果冻。不过如果你是新手，需要一些无敌时间的话，就慢慢放就好。前面那边应该是不会差太多分数啦。好，这一阶段技能的话，就先放试试砍障碍物，然后等吃到这个冰块熊派对道具之后再发动技能，就是比较好的点位。这边的话就可以利用它的技能去破坏障碍物，多一些分数。然后等到这边再发动海浪。然后刚刚去把祝福能力换成所有熊熊果冻加分，因为我觉得这张图的熊熊蛮多的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下这个台阶再发动的话，就可以完美包覆果冻，也不会漏掉冰块熊。这张图的话，就是冰块熊不要漏掉啊，不然你的雪球宝物就会没办法发动。那这一轮技能的话，就随便丢就好。可以破坏障碍物就破坏一些。下一轮技能比较重要，吃到冲刺之后，只要发动一次小技能就好，这样点位是最好的。然后这边再发动海浪，算是有点早发动，所以没有吃干净。然后在差不多吃完巨大化这边的时候再发动的话，应该可以再早一点，就可以把这边果冻都包到泡泡。所以我才会说我的点位不是绝对的，有时候可以再早一点或晚一点都可能还不错。像这个再晚一点的话，这边就可以吃比较干净。然后这个天堂不要用实力去把它吸过来吃。一样是为了距离的关系，我们等一下需要稍微的在平台上面缩写，这样可以吃到最后面的沙漏宝物的果冻。那个沙漏宝物，如果你没有练的话，也是可以带龙蛋宝物。我记得冷却时间刚好，这边缩写吃这个药水，就可以多跑一点距离。所以我刚刚前面才会说，冲刺道具之后只能冲一次，如果你冲太多次就会跑太远。技能丢完之后，到平台上面滑下去，慢慢1、2，这样就可以多跑几秒钟。我觉得布丁比较简单啊，如果用其他饼干2磅。就会比较麻烦一点点。尽量不要漏冰块熊，
结果一直漏掉，真的是。哦，又漏掉了几个。等一下发动尾技是不需要手写的哦。然后等一下一样，技能结束前就按着跳跃不放，然后就会自动先跳一下，然后再跳第2下，吃掉那个果汁就好了。这样有918，如果果冻再吃干净一点的话，一定分数可以更高。然后这样可以 S 加阶级，还不错。OK， 那再来就是最后一张图是尖树林露营场。这张图的果冻我觉得比较难吃干净，所以不是很喜欢，那就用这一组来跑看看。这张图的点位也是需要去记一下啊，每张图都需要记一下。然后我又把那个祝福能力换回障碍物破坏加分，跳在这边的时候再发动，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把这个冲刺往后吸就可以跑比较远。这张图就是跑越远越高分，跟前面2张不一样。前面2张是需要控制距离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可以锁血去吃最后面的果冻，那个沙漏的果冻。然后这张的话就尽量跑远一点。啊，如果不懂我刚刚怎么操作的话，可以倒带回去看一下，就是跳过那个冲刺道具，然后这边发动海浪。对，然后跳过冲刺之后，再把它吸过来吃，就会跑比较远。对，就是冲刺时间不会重叠到这样子。那这边的话，可以先发动1次就好，然后后面的小技能就留给冲刺道具之后，这样可以跑比较远。连续发动3次，对。然后这边吃完房子这边的时候，再发动海浪，可以再晚一点点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前面只能发动3次小技能哦，所以要分配一下。然后到最后一根木头这边的时候跳上去，然后发动就可以把天堂道具吸过来，就可以早点上去。这样等于说你可以跑比较远，因为它下天堂的位置是固定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早一点上去的话，就等于说跑比较远的意思。然后这边再发动海浪，底下这边果冻也是蛮多的，所以可以发动海浪。这边的话，等这边吃完之后，这边发动海浪，对。因为这边果冻有点高，不太好全部吃干净。这都是我的技能习惯啊，所以你如果要在别的地方发动小技能或是海浪也是可以的，就看看分数有没有比较好这样。然后最后面这边快点发动，然后看准最后一滴血的时候慢慢跳2下。OK， 609.2， 而且距离比我刚刚跑的上一场远很多，所以延后吃冲刺是有效的。然后跟早点上天堂。那这边的话就一直跳，疯狂跳跃。这张图果冻真的是很难吃干净哎。跑到这边其实差不多就快完成了啦。
就看看等一下最后面可不可以吃到沙漏的果冻。它那个果冻真的是时间稍微的晚了一点点，所以没办法吃干净。我猜应该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吃干净，所以我猜都会比排行榜分数少一点点。然后一样，等一下技能结束前按着跳跃播放，它会自动跳下，然后再跳第2下，吃那个果汁跟碎片。碎片好像有吃到一点点，这样是 865.9， 算是866。好啦，那这样3张图都跑完了，真的是蛮推荐，就是新手或者是这个暑假回归的玩家可以练。而它组合真的很多，就是2棒有至少4种饼干可以选择，然后其中2种还是就是大家都有练的龙虾饼干跟马铃薯饼干嘛，所以就是真的很方便。虽然说要记一些点位，可是你只要学起来，你看这有输几个传奇的组合，然后就可以很前面，所以真的练起来不亏啦。它这个甚至在第4名，就是很高分的组合。好，那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可以订阅、按赞跟分享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